辛苦的用摄影赚钱的各位摄影大大们，有时候会觉得赚的不如花的多，有很多的隐形成本不知不觉中将火一个吃掉了呢。今天呢，就想列几个因素，让你可以快速掌握怎么样将那些隐形成本挑出来计入报价中，这样就不会当冤大头咯。What's up, guys？ 我是 Sammy Fang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摄影报价中有哪些隐形成本，你可能没有算到，也是拍到。很多人很好奇，为什么摄影师来拍几张照片或录一些影片，报价却这么的高？其实啊，背后有非常多、非常细节的隐形成本，我们看不到，但是这些都影响到摄影师维持他的品牌啊，跟他的报价平衡。你以为摄影接案只要算好拍摄日期、拍摄时数就好了吗？事实上，许多摄影师每年亏损都从这些看不见的花费。今天给Sammy一点时间，这些细节我们今天一一为各位拆解哦。我把它分为5个大项目，教你怎么把每一笔都看见、量化，写进你的合约跟报价里。本片重点在于作品集与经验、器材与软体、场地与物流、人力与肖像权、业务、行销、行政。每个章节我们都实际来讨论看看，检查一下，计算一下这些花费值你多少钱。第一个，作品集就是你行业的资本，而且这个资本也花了很多钱哦。先列出常见的前置支出：试拍场地、模特费用、造型、妆发费用、道具、交通、后置时间，以及你参加课程或 workshop 的学费和时间成本，这些啊都属于作品集养成成本哦。实际而言呢，拍摄10组 test shot， 每组花费呢，场地、模特、造型、后置，假设很多是用互惠或者是比较低价方式来取得的话，每组也可能要花到5000块，这样10组作品集下来就5万块咯。在将来你有机会接到50个付费案之中，在这50个案子呢，都要列1000块作为这些作品集的支出。在你摄影职业初期，你必须要将这些作品集、这些试拍成本视为投资，并且呢，明确在前几个案子将这些前期的投资慢慢逐步的回收。第二个重大的隐藏成本呢，是器材跟软体的支出。器材花钱的方法不只是一次购买，把器材视为长期资产，用折旧摊提的概念分摊成本，并别忘了备品、消耗品、维修跟保险，还有软体订阅跟备份费。我们实际来算一下，如果一台相机10万，你预期使用它5年，那它每个月折旧呢，大概是1667元。所以如果一个月接4个案子的话，那每个案子呢就要将1667元除以4，每个案子呢都要并入417元作为器材支出费。而且别忘记了，我们还有损耗的部分呢，包含了电池啊、记忆卡这些都一并的计算进去哦。比如说电池、记忆卡每年要消耗8000元来购买新品，那如果一年可以接到48个案子的话，那8000除以48，每个案子呢都要加入167元的电池跟记忆卡消耗费。所以这边呢是建议将器材折旧啊作为固定项目放入报价，这样可以摊提器材啊跟设备使用费。这时候就要仔细评估，如果这些摊提的费用跟租器材的费用哪个会对你比较划算，我们可以去考虑要长期购置，还是因为某些项目来租借就可以了。而且细节来咯，在开设报价单的时候呢，你的器材使用费跟你的拍摄工时要分开，要把它分列清楚。第三个隐藏成本呢是场地跟物流。场地跟物流呢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块，搬运员、车辆停车、场地押金、场地管理员允许证，甚至走错路跟塞车导致的等候时间都会变成超时，额外的人事成本。像之前Sammy在英国执案的时候，我们拍摄一些婚礼的案子。这时候呢，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类婚纱，在台湾可能是必须要在结婚之前，在英国呢，可能在结婚当下的空档找些美丽景点。这时候，如果你想要去一些美丽的教堂去做拍摄的话，就很可能必须要提前申请好允许，或者呢，像婚纱这种看起来非常的明显，甚至有点商业行为的活动，如果在一些名胜古迹没有提前申请的话，会被管理员赶走哦。这就是场地隐形的成本。所以我们在拍摄报价的时候啊，列好一个清单。我们运输的时候，可能有搬运工、车马费、油资、过路费、停车跟通行费、场地使用费跟押金，还有天后改期条款、雨天备案，以及因为天后因素要延期的话，那些改期费用啊，还有衍生的预约费用该怎么样处理？一个案件一天的成本预估啊，比如说场地租借，一天拍摄可能要6000起跳。如果大型项目需要2个搬运工的话，一天8小时，1小时600，这样可能就要9600咯。车马费呢，如果算油资啊跟停车的话，一天可能要1200。有一些场地的许可证、保证金呢，也可能一天要花2-3000块。如果一个项目光是停车、光是交通，这费用一天可能就要花到18000到2万之间的这些成本呢，都是一定要在报价时仔细斟酌。
这边要特别建议在合约要明定，因为天候啊、第三方因素导致的改期跟取消条款，以及预先估算搬运时间跟停车位置，而且在报价中加入等待超时费，以及提前申请场地许可并保留申请记录，避免到场的时候引发争议。再来呢，第4个项目就是人力跟肖像权的部分，这也是非常大的隐形成本。人呢是内容的核心，工作报酬和肖像使用权这2个不同的商品。当你只收拍摄费而不收授权费，很有可能会被要求将照片放在大尺度商业用途，但是你却没多收，这时候争议就来了。举个例，比如说摄影师费用1天可能是18000，助理的费用可能1小时800，然后8小时可能是6400，化妆师梳化半天应该4000，模特拍摄1天呢可能从6000到2万都有可能。因此啊，人力1天的预算呢可能就要拉到34400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忘记将报价中涵盖肖像授权的话，简单的肖像授权，比如说社群媒体、官网这些限定用途的话，一年呢可能要高达3000到3万。平面广告啊，单一地区一年的话，可能要15000到15万。国际使用的永久肖像权许可的话，可能要8万块到80万之间。这些实际金额呢，依照市场啊跟你模特的知名度有关，以及考量到案件曝光程度呢，必须要将拍摄出境费、照相授权费这2个明细呢，都要明确的列在报价单中。拍摄前呢，必须要问清楚厂商到底要将这些肖像授权用在哪方面，而且要写成书面同意哦。未来客户如果要求放在额外用途啊，需要有收回授权费或者是附加额外的费用等等条款。如果你的模特知名度非常的高，或者是品牌代言等级，授权费跟保密条款要写得更加严格呢。第5项呢是业务、行销跟行政这些隐形成本。这些营运成本啊，包含在业务佣金、行销投放、会计跟税务、保险、办公室跟网域费用，这些不是每个案都会牵涉到，但是啊，你要把它列在年度的经营成本，然后依照你的接案量，把它平均分配到你每一年每个案子里面。举个例，每年的固定营运成本呢，有网站、网域、软体这些费用，一年可能会花你个3万多，所以1个月可能要支出3000多。会计、税务啊，一年可能会花你2万4，一个月2000块。保险你可能一年要花1万2，一个月1000。行销这些投放推广，一年可能花6万块，一年可能就要花13万2000元来做这些经营业务的营运费用。所以你一年如果接48个案子的话，那每个案子呢就要把它列入2750来均衡你的业务发展的支出哦，这样这些项目把列进去，你的报价就不会被掏空了。最后还有一个隐形成本，相信各位一定不常想到，那就是作品买断跟你的著作权人格转移的这件事情。有些业主呢会在合作条约里面列入，或者是暗示说这些作品跟素材啊，它是买断的。著作财产权、著作人格权一并转移，发生在当客户买断之后，摄影师将无法将作品放入自己作品集。虽然说实际是作品的创作者，但是已经不持有作品智慧财产权了，即便是展示权也没有，前面投入的心血无法再带来后续的效益。因此，如果你的收费没有反映这个损失的话，相对于用一次性的微薄收入换掉多年的专业价值，业主要买断，这时候你必须要重新计算授权价值，不能只是收拍摄工资哦。最后来给各位5个小提醒，重点必须要记住，还有5个坑不能踩哦。第一个，作品集养成不是免费的，要把成本算进去。第2个，拍摄器材消耗要摊提，不要低估。第3个，场地跟交通费务必写进报价单。第4个，肖像权跟授权曝光范围要讲清楚。第5个，如果要买单作品跟素材，必须要重新估价，避免吃亏。另外5个超级地雷坑，千万不能踩到。1. 报价只算拍摄天数，不算前期后期的费用。2. 忘了加入软体订阅、储存备份费用等支出。3. 没谈清楚加班超时费。4. 忽略模特肖像权、2次授权费用等支出。5. 接下买断案却没额外收费。了解这些，就发现其实摄影师要获利真的不容易哦，特别是那些已经非常知名的摄影工作室，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？看完这几个大项目，我会觉得其实摄影工作跟我们想象很不一样。其实这也是当然的，因为摄影这些玩家们或这些从摄影行业的人都是艺术家的感觉、艺术家的感受而去进行这样的艺术家的活动。当然呢，我们拆解这些我们运作热情背后，其实有很多的行为因素都是非常高的成本。怎么样去仔细计算？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生计？利用摄影在进行最爱的摄影。再次欢迎到影片底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有算过这些隐藏成本吗？我会在留言区将提案预算审核表、肖像授权精简的条款，把它列成范本，让你免费下载哦。喜欢这些内容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。See you， bye。